嗨，朋友们好，我是茉莉。老牛呢已经达到了66岁的退休年龄，也就达到了可以领取全额的社安金的标准。在美国呢，你最早可以在62岁的时候领取社安金，你也可以在66岁或者67岁达到正式退休年龄的时候再领取，也可以在推迟到70岁的时候再领取。所以这几天我和老牛也一直在讨论，到底是现在领取好呢，还是等到70岁再领更好呢？因为在不同的年龄领取社安金区别还是挺大的。如果你推迟到70岁以后再领取，那你每个月可以领取的社安金呢，就比你62岁的时候开始领取要多将近1倍。但是如果你是在62岁的时候开始领取，那又比你70岁再开始领取又多领了足足8年时间。不管你在哪个年龄段开始领取社安金，都是有利也有弊的。所以呢，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具体的情况来决定哪个年龄领取是最适合你自己的。那今天我们就从细节、从具体的情况来着手，来聊一聊在不同的年龄段，62岁、65岁、66岁、67岁或者70岁，哪个年龄领取社安金才是对你最合适的。在聊这个利和弊之前呢，我们先要搞清楚社安金是怎么来的。因为有专家测算说啊，到了2035年啊，这个社安金就用完了。那只有搞清楚社安金是怎么回事，我们才能做更好的决定。社安金的支出来自一个叫做社会安全信托基金 （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 这样的一个账户，是由社安保障署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来负责管理和发放的。所以呢，也可以叫它社会保障金，我们简称为社安金，专门用来支付退休人士、残疾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的福利。所以也分为2个部分，一个是退休保障金，一个是残疾保障金。统计资料显示，2024年4月有5087万退休人员在领取退休金，总额高达937亿美元。此外呢，还有188万退休人员的家属在领取保障金，总额达到17亿美元，所以这个支出还是相当的庞大的。这个基金使用的是所有正在工作的人向系统缴纳的社会保障税 （Social Security Tax） 来支付所有的福利发放。每一个工作者根据自己的收入按比例来缴纳社会保障税。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表。如果您为他人工作，您缴纳 6.2%。您的雇主缴纳 6.2%， 如果您是自雇，则需要缴纳 12.4%。但是并不是说您赚多少钱就按比例交多少钱的社安税，而是有一个上限标准，只有低于上限标准的部分才需要缴纳社安税，高于这个标准的部分就不需要缴纳了。比如说，如果您现在的收入是20万美元，那只有前面的16.86万美元需要缴纳这个社安税，而超过这个上限标准的那31400美元呢，就不需要缴纳社安税了。社安税的上限标准每一年都不一样，趋势是在逐渐的提高。比如说，在30年前的1994年，这个上限标准是60600美元，而到了2024年的今天，这个标准就变成了168600美元。也就是说，随着通货膨胀和这个人们收入的增加，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一般来说，您缴纳的社安金越多，那您以后每个月领取的社安金也会越多。但是并不是无上限的，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停止往上涨了。据统计，2024年领取社安金的最高上限是4873美元，这指的是70岁退休。如果您退休更早的话，会比这个数额更低。这里呢也顺便说一下 Medicare 税，因为你在达到65岁之后呢，也是可以加入这个 Medicare 医疗系统的。您必须为所有的工资或者是自雇的净收入缴纳 Medicare 税。这个标准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表。为别人工作的人，个人缴纳比例是 1.45%， 雇主缴纳另外的 1.45%， 自雇的人则需要缴纳 2.9%。如果您的收入超过了一定的限额，那么超过了这部分就要交额外的 0.9% 的附加 Medicare 税。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表，根据每个人的收入不一样，报税种类不一样，起征点也不一样。左边是报税的状态，
右边是起征的金额。比如说，如果您是夫妻共同报税的话，如果你们俩的收入超过了25万美元，那超过的部分就要征收这0.9%的附加 Medicare 税。如果您是单身的话，这个起征的金额就变为20万美元。在2024年，在您缴纳的每1美元保障税款中，其中大约有85美分是流向了一个信托基金，用来支付退休人士及其家属的保障金。另外大约15美分呢是流入另外一个信托基金，用来支付残疾人士及其家属的保障金。还有大约1美分用于管理计划。而您支付的 Medicare 税的所有款项都会流向一个信托基金，用来向所有的 Medicare 联邦医疗保险受益人支付医院和相关治疗的部分的费用。所以说，如果正在工作的人，也就是正在支付保障税的人，多于领取保障金的人，那这些信托基金不但可以做到收支平衡，而且可能还会有富裕。在前面几十年呢，由于工作人口中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也就是1946年到1964年之间出生的人，它占的比例比较大，所以他们每年缴纳的保障税扣除这个保障金之后还有富裕。但是随着婴儿潮时期的人口逐渐的进入退休年龄，那么每年支付的保障金金额就越来越大，现在已经入不敷出了，所以呢不得不开始启用储蓄基金。据2022年的一项估算，社会安全信托基金的储蓄即将在2035年用完，而最近的一项估算呢更为悲观，可能到2034年就会用完了。那储蓄用完之后怎么办呢？那只能是收上了多少涉案税就发放多少涉案金了，那分摊到每个人头上，那可以领取到的涉案金就会大幅度的下跌。有的人测算说可能会下跌23%左右，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测算，如果您可以领取2000美元涉案金的话，到时候您可能就只能领取1540美元了。目前在美国，涉案金在很多退休人士和残疾人士的收入中是占非常大的比例的，有很多人甚至完全依靠涉案金来生活。所以如果涉案金突然锐减，无疑对这些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有可能造成非常大的社会动荡。所以有经济学家就建议应该早点采取措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前面我们讲到了涉案金是怎么来的，那现在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你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领取涉案金的资格。一般来说，如果您工作并且缴纳涉案税，那么你就可以获得 Social Security 社会保障基点。Oh, Owen, good boy. You want to talk with me? 猫逼来了。在不同的年份获得一个基点所需要的收入的金额是不一样的，这个金额是逐年增长的。在2024年，这个标准是1730美元，也就是你每赚到1730美元，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基点。但是一个人每年只可以获得4个基点，而且你必须要有10年的基点，也就是达到40个基点，而且符合一定年龄的标准，那他就可以在退休的时候，或者某些人在某种情况下出现残疾的情况的时候，就可以领取保障金。那么每个人可以领取多少涉案金是怎么计算的呢？一般来说，涉案金的计算是把每个工作者过去35年中收入最高的35年的年收入加在一起，然后除以420个月，也就是35年，这样就得出了您的月平均收入，也叫月收入的平均指数 Average Indexed Monthly Earning， 简称 AIME。 所以一个人工作的年份越长，收入越高，那他的这个月收入的平均指数也就越高。如果说一个人在过去35年中他只工作了10年，那其他的20年就当成0来计算，那他的这个月收入的平均指数就会比较低了。在算出每个人的 AIME 后呢，又把这个金额拆分成3个部分，分成高中低3个部分。我们来看这个表，看他们是怎么算的。这个表列出了平均月收入分别为700、2500、5000、10000和14000美元的人的涉案金的计算方法。我们看最左边，第一部分是这个 AIME 的底部部分，也就是说第1到744美元的部分，这部分乘以90%，
第二部分是这个 ARME 的中间部分，即第745到4483美元的部分，这部分呢乘以32%，最后呢再加上上层部分，即收入中超过了4483美元以上的部分，这部分乘以15%，把这3部分相加，就是一个人退休的时候可以领取的涉案金的总金额。我们来计算一下，不同收入的人最后拿到的保障金是多少。假设一个人只工作了比较短的时间，或者是只做 part time 的工作，那么他的月平均收入 ARME 就会很低。假如说 ARME 只有700美元，这个数值呢低于744美元，那他的这个全部700美元的收入全部属于底部部分，那就是700美元乘以90%，也就是630美元。由于他的收入没有超过744美元，那中间和上面部分都没有达到，所以都计算为0。那他最后可以领的涉案金就是630美元每个月。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如果一个人的月平均收入是2500美元，则他可以领取的底部部分是744美元乘以90%，也就是696.6美元，再加上中间部分2500美元减744美元，也就是1756美元的32%，等于561.92美元。由于这个人的收入没有超过4483美元，所以他的上层部分为0。这样696.6加561.92再加0，这3部分的总和等于1258.52美元，这就是他退休后可以领取的涉案金的全额。同样的计算方法，如果收入是5000美元，3部分相加，涉案金总额是1970.63美元，这大概也是美国人可以领取的涉案金的平均值。如果月平均收入为1万美元呢，则算出来的涉案金为2720.63美元。如果一个人月平均收入达到14000美元，最后算出来的涉案金就是3320.63美元。这已经比较接近一个人可以领取的最高的涉案金的限额了。按照2024年的标准，如果您是拿最高收入的那部分人，而且70岁之后才开始领取涉案金，则您可以最高领取4873美元的涉案金。一般来说，收入越高，那最后可以领取的保障金也越高。由于目前这个涉案金处在入不敷出的一种状况，所以专家也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可以调低这个 ARME 月平均收入的上层部分，也就是超过4483美元的这部分收入的计算公式的比例。现在的计算公式是这部分可以乘以15%，那专家就提议说，那你可以把它降到14%啊、13%啊，甚至10%啊，这样高收入人群可以领取的涉案金的金额就会降低，这样可以节省一大笔的开支。这种方法主要是考虑到高收入人群一般来说还有其他的收入，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涉案金的调低啊，敏感度没有低收入人群那么高，对他们的冲击相对低收入人群来说要小一些，也就是对整个社会的冲击要小一些。专家提出的第二种方法就是提高缴纳社会保障税限额的上限。按照目前的规定呢，2024年个人收入中超过168600美元的那部分的收入就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税了。如果把这个限额的上限提高，比如说提高到20万美元，这样这些高收入者每年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就会增加，又会增加一些这些信托基金的收入。这样呢，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社会基金的不足。专家提出的第三种方法就是继续提高人们的退休年龄，因为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寿命也越来越长，领取的涉案金的总额呢也越来越多。如果适当的延长退休年龄，也可以缓解涉案基金不足的问题。那什么时候可以有资格领取社会保障金呢？一般来说，人们在达到正式的退休年龄的时候，就可以领取100%的保障金。正式退休年龄呢，会根据您的出生年月的不一样而有所不同。我们来看这个表，比如说，如果您的出生年份在1943到1954年之间，那正式退休年龄就是66岁。那以此类推，1955年出生就是66岁零2个月。那如果在1960年或者之后出生呢，那就是67岁，达到正式退休年龄。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虽然现在正式退休年龄已经超过了65岁，但是您还是应该在65岁生日前3个月申请 Medicare 联邦医疗保险福利。申请的时间越晚，你的 Medicare 医疗保险 B 部分和处方医药保险 D 部分的花费就会越多。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延迟或者提前领取社会保障金。如果您在达到正式退休年龄之前就开始领取社会保障金，那就会根据您的年龄来扣除一部分。如果你选择在达到正式的退休年龄之后呢，还不领取社会保障金，那就会根据您的年龄来增加保障金，直到您开始领取社会保障金或者达到70岁为止。70岁以后就不会再增加了。我们先来说一说延迟领取社会保障金的情况。大家看这个表格，如果你选择在达到正式退休年龄之后延迟领取保障金，社会保障部门将根据您的出生年份，将您的保障金上调一定百分比。从您达到正式退休年龄到您开始领取保障金或者年满70岁，以较早发生者为准，他们将按照期间的月份数自动上调您的保障金。达到70岁以后将不再上调。一般来说，如果您等到年满70岁再来领取社会保障金的话，最后您的上调比例大概是34%到35%的样子。但是呢，同时你也会少领3到4年的社会保障金。我这里做了一个 Excel 表，列出了不同收入的人群在不同的年龄开始领取社会保障金的情况。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每个人达到正式退休资格的年龄会不一样，每个人的收入也不一样。我这里以美国人的平均月保障金额1907美元为准来做计算。我在这里给出了66岁、66岁半、67岁领取保障金和70岁领取保障金的对比。如果一个人从70岁开始领取，那他需要10年来达到308934美元的保障金总额。如果从66岁、66.5岁、67岁开始领取，则他分别在79.5岁、80岁、80.5岁领取到一样多的保障金。为了简便，我这里没有把提前收到保障金可能会产生的利息收入算进去。通过计算，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可以领到同样的保障金总额，也就是平衡点的时间为79.5岁到80.5岁之间。如果一个人的寿命大于79.5到80.5这个区间，则他在70岁的时候再开始领取涉案金会更合算，可以领取更多的保障金。如果一个人的寿命小于79.5到80.5这个区间，则他在66到67岁正式退休的时候就开始领取涉案金，会更为合算。你也可以选择提前领取涉案金，但是呢，每个月您可以领到的涉案金的金额会根据你的年龄进行一定比例的下调。您最早可以在62岁的时候开始领取社会保障金，但是您每个月可以领取的涉案金的金额呢，根据您开始领取涉案金的年龄到您达到正式退休年龄时候的年龄之间的这个月份数来递减。递减的标准是每个月减少0.5%。例如，假如您的正式退休年龄是67岁，而您选择从62岁就开始领取社会保障金，那么您只能领取全部社会保障金的70%左右。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达到正式退休年龄之后，在继续工作的同时领取社会保障金。您在达到正式退休年龄之后的当月或者之后的收入呢，不会让您的社会保障金减少，相反，还会让您的社会保障金增加。如果您还在工作，但是你选择在达到正式退休年龄之前就开始领取社会保障金，比如说你从62岁就开始领取社会保障金，或者65岁开始领取，但是你同时还在继续工作，那您的社会保障金就可能会减少。如果您的收入每超过年度限额2美元，那他们就会从您的社会保障金里扣除1美元。在2024年，这个限额标准是22,320美元。如果说您的收入超过了这个限额1000美元，比如说您的收入是23,320美元，您多了1000块钱的收入，那他们就会从您的社会保障金里扣除掉500美元的涉案金。
而在您达到正式退休年龄的当年，比如说您的退休年龄是66岁半，那在您进入66岁这一年的时候，这个标准又会有不一样了，就是您每超过3美元的收入，他们会扣掉1美元的社会保障金，就扣的比较少一点了。这一扣减呢，一直持续到你达到正式退休年龄的当月。比如说您是66岁06个月达到正式退休年龄，那到了这个月，即使您的收入超过了那个限额，他们也不会再扣除您的社会保障金了。也就是说，在达到正式退休年龄之后，您还可以继续工作，不管您的收入是多少，您的社会保障金都不会被扣减了。2024年，美国人平均每月的社安金为1907美元，那它的年度保障金就是1907美元乘以12个月，那就是22884美元。如果按照每超过限额2美元就扣除掉1美元的保障金的这个计算公式来计算的话，如果他的收入超过限额45768美元，也就是当他的总收入达到68088美元的时候，那他的社会保障金就会被全部扣除。所以说，如果您不打算停止工作，收入又比较高，就不要提前领取社会保障金。在这里呢，我想聊一聊残疾保障金。如果一个人达到了一定的标准，他是可以申请这个残疾保障金的。如果一个人因为身体或者精神状况无法工作，而且这一状况会持续至少1年，或者导致死亡，这种情况的话，他就可能有资格领取 Social Security 残疾保障金。但是这一资格不是自动获得的，他必须要申请，并且获得社会保障署的批准。接下来我就想聊一聊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就是你领到的社安金需不需要缴税？答案是您的社会保障金有可能需要缴税，但是这个税收有一个起征的金额，也就是如果领取社安金的人，如果他的总收入超过了一定限额的话，他是需要为这一部分社安金也缴纳税收的。在2022年，大概有48%的社安金领取人的收入超过了起征的金额，也就是他们需要缴税。这就要求他们将部分社安金的福利计算入调整后的总收入，并且为他们的社安金缴纳一定的所得税。如果您以个人身份缴税，而且您的总年收入超过了25000美元，那你可能就要为您的社安金缴税。如果您是夫妻共同报税，而且您和您的配偶的总年收入超过了32000美元，那您也可能要为您的社安金缴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家属可以领保障金吗？答案是可以，但是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当一个人开始领取退休保障金或者残疾保障金的时候，那他的家属也有可能符合领取保障金的资格。如果这位家属是配偶的话，一般来说要达到以下的标准才可以领取社安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是这个配偶年满62岁或以上，第二是有需要照护的这个退休者或者残疾者的子女，子女必须未满16岁或者有残疾，并有资格凭借该退休者或残疾者的收入记录领取社会保障金，则不限年龄。在有些情况下，未婚子女、继子女、孙子女、继孙子女或收养的子女也可以领取保障金，但是需要社会保障金管理部门审核资格。那么家属可以领取多少保障金呢？一般来说，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可能有资格按月领取保障金，但是最高不超过该退休者或者残疾者的退休保障金或者残疾保障金的一半。一般来说，像单一的退休者或者残疾者及其家属支付的保障金的金额是有限制的，视情况而定，但是一般来说不超过该退休者或者残疾者的社会保障金的150%到180%。也就是说，不管这个退休者或者残疾者他的家属有多少个符合标准，总额都不能超过他的保障金的150%到180%。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离异之后是不是也可以领前夫或者前妻的社会保障金呢？答案是可以的，但是也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当一个人自己本身还没有开始领取社会保障金，他的前夫或者前妻就已经有资格可以领取社会保障金了。已经离异的配偶必须符合以下的条件才可以领取前夫或者前妻的社会保障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偶必须和这个人的婚姻至少维持10年。
如果这个人还没有开始申领保障金，则这个人至少已经和他的前妻或前夫离异2年，这个配偶必须年满62岁或以上，而且没有再婚。还有呢，该配偶本人没有资格领取等于或者高于这个人的保障金全额的一半的保障金。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的保障金全额是2000美元的话，如果这个配偶没有资格凭他自己的工作记录来领取高于1000美元以上的保障金的话，那他就可以领取他的前配偶的保障金。如果他凭自己的工作记录也可以得到高于1000美元的保障金，那他就没有必要去领他的前夫或者前妻的保障金了，他就领自己的就可以了。他可以选择其中比较高的那一份来领取，但是只能领其中的一份。如果一个人身故之后，那他的家属如何来领取保障金呢？也是需要符合一定的标准的。可以领取保障金的家庭成员包括符合以下条件的遗嘱配偶：一、年满60岁或以上；二、年满50岁或以上，并且有符合保障资格的残疾状况；三、如果他们正在照护已故者的未满16岁或有合格残疾，并有资格凭借该已故者的收入记录领取社会保障金的子女，则不限年龄。如果该已故者的子女未婚且符合以下条件，也可以领取保障金：第一，年龄未满18岁；第二，年龄介于18到19岁，但是小学或中学的全日制学生；第三，年满18岁且有符合保障资格的残疾状况，残疾必须发生在22岁之前。此外，如果该已故者的父母至少有一半的赡养费是依靠这个已故者来支付的，那么他们也可以凭借该已故者的收入来领取保障金。已故者的前配偶也可以有资格凭借已故者的收入获得遗嘱保障金，但是他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年满60岁或以上；如果他们有符合保障资格的残疾状况，则年满50岁，并且与已故者的婚姻至少维持10年。第二，如果其正在照护有资格凭借已故者的收入获得保障金的已故者的子女，则不限年龄。三、其无权凭借自己的收入记录来领取等于或高于已故者全部保障金额的保障金。四、目前未婚，除非是在60岁之后再婚，或者如有符合保障资格的残疾状况，则为50岁之后再婚。支付给前配偶的保障金，并不影响凭借已故者的收入记录领取保障金的其他遗嘱的保障金标准，也就是说，他这个是额外付的。如果已故者的前配偶在60岁之后再婚，他们可能有资格凭借已故者的工作记录，或者他们的新配偶的工作记录，以比较高的那个为准，来领取社会保障金。当然，这里他跟这个新配偶的婚姻也要持续10年以上才可以。那么遗嘱可以领多少保障金呢？一般来说，领这个已故者的基本保障金额的75%到100%。但是每一个月向同一个家庭发放的保障金的金额是有限制的，大概也是150%到180%的样子。那么保障金应该如何领取呢？如果你准备好了领取社会保障金，那么就是要在您希望开始领取保障金的那个日期之前，提前4个月到一个网站上去申请。我把这个网站的地址写在屏幕上了。然后呢，根据他们的要求来提供材料就可以了。说完了社会保障金呢，我想顺便说一下 SSI 补充保障津贴计划。SSI 每月向年满65周岁或者失明人士或者有符合保障资格的残疾人士来发放津贴。一般来说，一个人的收入和拥有的财物会影响 SSI 的资格。我们来看一下政府部门的裁定标准。当裁定是否有资格领取 SSI 时，通常这些收入和资源不会被计算在内。例如，房子和汽车通常不会计入资源，但是现金、银行账户、股票和债券会计算在内。SSI 通常在 SSI 的官网进行在线申请。如果无法进行网上申请，也可以打免费电话，或者在当地的社会保障办公室安排预约来完成申请。上面讲了这么多，具体的老牛的个人的情况就是他今年已经达到了正式退休年龄，
他之所以没有提前领取社会保障金，没有在62岁或者65岁领取涉案金，是因为他一直坚持工作，而且他的年收入呢也远远超过了那个22320美元的限额。那他的收入超过这个限额的部分，每超过2美元就要扣掉1美元的涉案金。那这样的话，他的所有的涉案金都会被扣掉，那就很不合算，所以他没有提前领取涉案金。目前的问题就是，他到底是应该现在就领取涉案金呢，还是等到70岁再领取涉案金呢？我们前面计算66到67岁开始领取涉案金的人和70岁开始领取涉案金的人，大概在80岁左右，79.5到80.5岁左右吧，会达到一个平衡点。也就是说，不管你用哪种方式来领取涉案金，在80岁左右的时候，你领到的涉案金的总额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就要拼谁活得长，活得长的那就是迟领比较合算，活得短的就是早领比较合算。而到底一个人能活多少岁，这个是由天定的，不是由自己定的。而且呢，这个涉案金现在处在这种入不敷出的程度，有可能在10年之后，涉案金会大幅下降。所以呢，我们就要考虑，还是说现在就开始领取涉案金吧，因为我们现在也需要钱，而且你领来的涉案金可以去做一些投资，或者存在银行，可以存一个 CD 啊之类的，可以获取一定的利息，这也是一部分的收入。所以我们最终决定还是从现在开始就领取涉案金了。好了，今天关于涉案金的话题就讲到这里，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家庭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就跟大家来一起讨论一下，分享一下。如果有什么错漏的地方，请大家指正。如果您对何时领取涉案金有什么看法，也请您在下面的留言区把您的想法说出来。也欢迎您点赞、订阅我的频道，非常感谢。